非有消息，最近一名挪威男子在慕尼黑机场无票登上了一架飞往斯德哥尔摩的航班。比较搞笑的是，这件事他还做了2次，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讨论：坐飞机能够逃票吗？如果有上世纪90年代乘坐绿皮火车的经历，应该能知道，当时铁路想要逃票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不带着大包小包，从很多的小路甚至是行包房就可以出站台，拿本书安静地坐在硬卧车厢的跳座上，基本不会有人查票，很容易就能坐到终点，特别是短途极易成功。在香港的元朗、天水围等地乘坐有轨电车，站台也是开放式的，德国的地铁也是，很少遇到查票的，真要逃票也不难。但是飞机就没那么容易了，飞机的安防比火车、地铁肯定要严格得多，安检时要核对身份，登机时要扫描登机牌，最要命的是空姐们手里拿着计数器，一遍又一遍的数人头，不买票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揪出来，一脚从飞机上踹下去。所以飞机上可以少人，但很难多人。无论是廊桥还是远机位，想要无票混上飞机都极其困难。远机位以前是要揪一节登机牌，当时很多登机牌都是3接头的，现在纸质登机牌少了，有些公司会另外发一张牌牌作为最后的凭据，而且机坪的安保极为严格，像铁路那样从行包房溜达过去会出大事的，就算是对程序再熟悉也不行。刚才提到的挪威男子看来没有少坐飞机，对程序特别的熟悉，他知道在机场到达时不核验身份，国外的空姐有时候不会点人数，于是他紧贴别人身后通过登机时的身份验证，估计在安检前扫描登机牌时他也是这么干的，如果不是第一次混上去的飞机客满，他当时就成功了。坐飞机必须买票，就算刚出生的婴儿，只要在登机时不在肚子里就得买票，这一点与铁路运输有根本的不同。当然也不是说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得买票，无票乘机的也有，比如说加机组。加机组的都是业内人士，主要是自家的同事，比如说飞行员或者是空姐没有任务时返回家或者是驻地，一些地面的同事出差，领导随机视察等等，这时就不需要买票。在国外，不同航司之间有时也可以加机组，飞行员或者是空姐以乘客身份购票，但客满时有时也可以加机组，机长同意就行。加机组当然不能算逃票，但是飞行逃票确实也曾经发生过多起。通常做法是多人掩护一人，或者藏在起落架舱里。大型飞机的起落架舱里藏几个人没有问题，然而巡航高度1万米的话，气温得有-40度，基本上会被冻死。不过也有活下来的案例，外国有一个，中国也有一个。还有一种逃票是藏在货舱里头，飞机货物和行李需要人员进入货舱，能接近这些人员便有机会藏起来逃票。藏在货柜里也行，多数的机辅货舱是加压供氧的，但问题是机场的管理都很严格，人员要反复清点，很容易会被发现。人员不小心在货柜里飞一趟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罚款1万块，比机票可要贵多了。所以咱们还是老老实实买票吧。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